篮球勾引不成，要和你死相逼，我可没碰他。这个荡妇真不要脸，跟窑子里的娼妇没两样。硬想想家里的2个孩子，可不是嘛？当娘的竟然勾引男人，还挑拨自己，让孩子也无可早呀！我这是穿越了，我成了带着2个孩子的寡妇，被婆家欺负，卖给了村里的穷书生，还毁我名声。各位乡亲们，我一个人带着2个孩子守寡了7年，我若是有那歪心思，我早就跟别的男人跑了，怎么会等到现在呢？娘，你没事吧？这就是我的2个儿子，跟着我吃了这么多苦，还对我不离不弃，我一定要带着他们一起过上好日子。你们别听他胡说，我娘才没有勾引他，他还说要把我和我娘亲给卖掉，我都听到了。怎么还欺负孩子？你个读书人心肠怎么会这么黑？走，我们去李州哪儿评评理去。是她婆婆要卖的，要找你找她婆婆去。敢欺负我们孤儿寡母，让茶艺祖师给你们上一课。一定是我哪里做的不好，惹婆婆生气。婆婆，你要卖就卖我好了，千万不要卖2个孩子。敢欺负我们孤儿寡母，让茶艺祖师给你们上一课。婆婆虽然时常不给我们娘仨吃喝，但这都是小事，可她怎么能卖了她的孙子呢？怎么能这样呢？太没良心了！太好了，找个借口分了家，到时候我带着儿子们吃香喝辣的。分家，我们一定要分家！在吵什么呢？听说你要把顾家丫头和孩子给卖了。李正，你可不能听这个娼妇胡说呀！哼，原本我是不想说的，但是你这个老婆子实在是没脸没皮。你儿子当兵这么多年都未归家，至今连生死都不知道。顾南秋一个女人拉扯2个孩子长大，已是不易，你竟然还想将他娘仨给卖了？江老太，做人不能这么恶毒。那不就是3个拖油瓶吗？卖了能咋地啊？大家也都看到了，我们留在江家是不会有好日子过的。从今天开始，顾娘子另起炉灶，分家。那就劳烦江老太把属于我跟2个孩子的那份粮食当场说个数额，尽快给我们送过来。哎，来，往里面放，慢点。干你们什么事儿啊？上赶着帮这个娼妇搬东西。你，这一巴掌是替2个差点被卖了的孩子打的，这一巴掌是替我血战沙场的丈夫打的。下次若是再把主意打到我家人身上，我让你们不得好死！住手！这小贱人有2副面孔，就会人前装可怜。江老太，这么多年你都活到猪身上了，再纠缠就上衙门报官，看看卖儿媳妇和孩子需要挨多少刑杖。李正伯伯，粮食都搬完了吧？都好了。谢谢李正伯伯，改天南秋定会登门道谢。来，娘给你们看个好东西。这么多粮食，以后再也不用吃野果子了。对，明天娘去镇上把这些粮食打成谷子，再卖掉一些换点钱，给你们买2身新衣服。都先去玩吧，娘把这收拾一下，别跑太远啊。还好空间跟我一起来了，看看空间里有什么东西能卖钱吧。鸡蛋留着吃，味精嘛，在这个调味品稀少的时代，一定能卖个不错的价钱。帮我看看这个值多少钱？这是什么味道？倒也稀奇。掌柜，快来看看。一个小乞丐能拿出什么好东西？掌柜，我刚刚尝过了，的确味道很奇妙，有鲜甜的感觉。别人给你就吃，万一这是毒药，毒死你怎么办？掌柜，我是来谈合作的，贵铺若是没有慧眼识珠的能力，那就算了。我们十香铺不要的东西，平宁镇没有一家敢要。哼！小心！还好，谢公子，您没事吧？吓死小人了！切！哎，你这叫花子怎么没皮没脸的？差点伤了我家公子就算了，现在居然还敢笑！来者皆是客。是，公子。公子，这位姑娘想要跟我们合作，这罐子里的东西是小人从来没有尝到过的。那
这个是我偶然在后山发现的一种植物，捣碎、汁水加热蒸发后形成的，我起名叫味精。味精。姑娘，这个东西你有多少？成了，这东西难得，只有1罐。姑娘，你可将这仅有的1罐卖给我，我愿意出50两。50两，都够买一座府邸了。敢问公子，这东西为何卖价这么高？盐这一命门被他国所掌握着，我们产不出好盐。那盐的卖价多高？1株5文钱，1两等于24株，换算下来，这盐比黄金还贵。那我这味精的味道比盐还绝妙，岂不是？如果能量产的话，我国将不会受制于他国，你甚至能成为救国英雄。啊，不敢，公子，这救国英雄的名号，我哪担得起啊？若您下次还要出来卖味精，希望您还能来找我。姑娘，您接下来要去哪？我要设1架马车送您。这可不兴说，谁知道他打着什么主意啊？我得保护好自己。就不劳烦公子了，一会儿我还要再买点东西，家里人吵着要买辆马车，正好一块买了。好，姑娘慢走。娘，这是谁家的马车呀？以后这马车啊，就是咱们家的了。娘，你赶紧把马车藏起来，会被爷爷奶奶发现的。没事儿，娘谁也不怕，他们要是敢来，就让他们吃够亏再走。快来帮我卸货吧。不是说要吃包子吗？娘给你们买来了，还有新衣裳，今天洗洗，明天就能穿。来。娘，这些东西都是您今天买的吗？咱家有这么多钱吗？娘在山上发现了宝物，拿到镇上换了不少钱。以后咱们家啊，不只会有马车，还会有最宽敞、最漂亮的新房，让村里所有小朋友都羡慕你们。不过，娘在山上捡到宝物的事儿，你们要替娘保密哦。来，我说为什么要分家？原来是这女人发财了，连马车都买得起了。昨天还没有，今天就有了。什么生意来钱这么快？他肯定是去卖身子了。顾南秋，你的马车借我使使啊！你要是不说话，那我就牵走啦。这什么生气啊？不故意刁难人吗？防的就是你这种小人。你说谁小人呢？我的马车拴在自己家门口都有人偷，你不是小人是啥？我挠死你！哎呦，那个小娼妇做暗门子赚钱，你不要脸！哎呦，你敢打我！打的就是你！我的钱是上山摘草要卖的，你没有证据就造谣辱我清白，我不打你打谁？顾南秋，你个小贱人，你给我等着！好啊，我等着给你下葬。走。想要在古代站稳脚跟，我必须有自己的事业。最快的办法就是做生意，所以选择比较安静的地方很有利。这个地气不错，远离江家又宽敞，正合适。那就这个，多少钱？这得5两银子。4天后我要能直接住进去。这个是给您的劳苦费。姑娘子，这东西太贵重了，我不能收。哎，您就拿着吧，这房子啊，还得您多把把关呢。那我就先走了。好。古代烧饭还挺难掌握火候的，
我这做的也太难吃了，不能以后每天都下馆子吧？顾姑娘，顾姑娘，这不是村里的寡妇吗？她来找我能有什么事儿？顾姑娘，我来问问你，你这儿有什么我能干的活？马婶子，来坐。顾姑娘，我听村里有人说你在山上找到了草药，换到了钱。我虽不认识什么草药，但我可以帮你背竹筐。我实话跟你说了吧，顾姑娘，你也知道，今年村里的粮食收成本就不好，前2天又下了雨，我家的粮食全被泡了，我都不知道接下来我该怎么办了。马婶子为人老实，做事又踏实，当个帮工确实不错，但是摘草药只是我的借口，该怎么办呢？娘，还有粥吗？我还想喝。对啊，可以让她来家里当大宝二宝的保姆，这样1日3餐也有了，我也可以放心去卖味精。马婶子，还没吃饭呢吧？先吃点饭。我刚想了一下，我这一天到晚的不着家，大宝二宝没人照顾，要不您住在我家，每天帮我照看大宝二宝，我帮你吃住，1个月再给你200文，你看怎么样？真的吗，顾姑娘？当然是真的啦，只不过这2天还得麻烦婶子来回跑，过几天等村西边的新房建好，咱们就能一起搬进去住了，到时候把东厢房留给你。顾姑娘，我真是太谢谢你了，要不是你，我都不知道这个冬天我该怎么过。说什么呢，马婶子？之前我们娘仨吃不上饭的时候，你也帮过我们呀。行，你们什么时候搬家？提前告诉我，我力气大，到时候就不用再花钱雇力工了。好，来，还有大家吃糖，来，谢谢吃糖，谢谢。哎呀，真好，谢谢。我们娘仨刚搬来，以后还要劳烦各位邻居多多照顾。好的，好的，没问题，都好说。这卖身子的赚钱就是容易，大家都快没粮吃了，他竟然还能拿麦子熬汤，你们还敢接他的东西，也不怕脏了手？张老太，你狗嘴里吐不出象牙，又瞎造什么谣？我今天就驱邪扫秽，把你个晦气玩意儿给除了！打死人了！我要是每天只出去，什么都不带回，迟早有一天马婶子也会质疑我。还有味精，也得想办法给它做出来，要不然扯得慌，总有一天会暴露。一会儿进空间看看，想想办法吧。哎，有了，我可以用菌菇粉来代替味精。菌菇粉和味精作用差不多，而且菌菇粉只需要用香菇、松茸和杏鲍菇就行。这个年月，山里的菌菇还是很多的，足够我做调料了。这老太太可真是阴魂不散。这块的宝贝可真多，就是太深了挖不到。算了，要是能挖出来，又能赚50两呢。等我明天拿上工具再来吧。就让老太太在啥也没有的土地里挖着玩吧。香菇是有了，那松茸和杏鲍菇该怎么办？哎，有了，我直接去空间里拿原材料，装作是我进山采到的就行了。哼。哎。
呀，今天就到这儿吧。这么多，筐都装不下了。明天去镇里把这些卖了，又能换不少钱呢。这要不是为了打消他们的疑心，我就直接从空间里拿晒干的蘑菇了。姑姑娘，你这是在干嘛？啊，我这是在烘干蘑菇，等蘑菇烘干了，给它磨成粉，然后再当做调味料放到其他饭菜里，可香了。怎么，你不信啊？不信的话，明天我们做饭尝尝。行啊。姑姑娘，你快让我们看看这蘑菇粉是怎么神奇的吧。好，尝尝吧。娘，这也太好吃了。娘，野菜也变香了。姑姑娘，没想到这蘑菇磨成粉竟然比肉还香啊。这一罐就放在家中用，等明天你用这个味精再调几个野菜，拿给邻居们尝尝。若是他们觉得好吃，就给他们推荐味精。可是姑姑娘，要是咱们把这个蘑菇粉的事告诉他们，到时候他们也去山上摘着做，这不就影响咱们生意了吗？放心吧，马婶儿，就算让他们做，他们也一定做不出我这个味儿。掺了现代工艺的真菌菇粉，古代的工艺当然比不了啊。顾先生，您又来送货了，我去给公子通报一声。嗯。哎呦，顾先生，您里面请。白府，我就说这小贱蹄子是个娼妇嘛，还故意乔装打扮。哼，贱人，还说什么上山采药，我挖了半天都没挖到，肯定是忽悠人的。我一定要把他当暗门子的事告诉李正，让他把这小贱蹄子一家全部轰出去，到时候那新房不就是我们的了吗？我可都看见了，那顾南秋天天往白府跑，白公子是什么人家，能平白无故给他银钱？指不定就是做了见不得人的勾当。可不是嘛，那前几日还穷得叮当响，这突然又是买了马车，又是买了新衣服的，那钱能干净吗？说不定啊，他就是白公子养的外室啊。可是我前段时间尝了顾姑娘拿味精做的野菜，哎呦，那味道确实好吃啊！马婶还跟我说，她要把味精卖出去，她去白府，是不是卖味精去了？可白府是什么地方啊？一个寡妇家来回跑，是不是有点说不过去呀？就是啊，这要是真勾搭上了，可太丢人了。哎呦，我可告诉你们，我那天亲眼看见他去了白府，身上背个小包，鼓鼓囊囊的，说不定就是白公子给他赏钱。哎呦，我的真是啊！就是啊，咱们桃李村呀，可不能出这么丢人现眼的玩意儿，那不是败坏我们村的名声吗？以后啊，让我们村的姑娘还怎么嫁人呢？真是。对，得给李正说。对，不能让一个娼妇这么猖狂。走，走。不好了，顾姑娘，村口有人在传你跟白公子，那话难听得很，还说明天要告到李正。我就知道那个死老妖婆没安好心。马婶儿，麻烦你明天去白府跑一趟，帮我把白府的管家请来，就跟他说顾公子被恶人污蔑，让他带着证据来桃李村的祠堂，不然的话这桩生意就作罢。好，你放心，我相信顾姑娘你不是那样的人，他们那些人就是嫉妒你过得太好了。谢谢婶子。到底要说什么？就说是吧。顾氏，你说你有话要说，那就说吧。李正，各位乡亲们，我从来没有做过任何见不得人的事。我去白府是为了卖这个味精，这是我在后山采的鲜味菇，晒干后磨成粉。白公子觉得这粉的味道不错，这才花钱收购的。我一个寡妇带着2个孩子实在是不容易，我只是想靠着自己的手艺赚点钱，让孩子们吃口饱饭，我何错之有？我也觉得那味精味道确实鲜得很，
白家又是我们这最大的商人，顾姑娘去白府卖东西很正常啊。哎呦，光卖个调味品能赚这么多钱，连新房和马车都买了，指不定啊，他早就和白公子勾搭上了。就是。哎呦，顾姑娘，我把白府管家给你请来了。顾姑娘，难道不是顾先生吗？姑娘每次来都围得严严实实的，我们都以为是个男子。若不是恶人诬陷，我也不会这么早就亮明身份。管家，事不宜迟，先办正事吧，帮我正名，洗脱污蔑。啊！白公子有令，顾姑娘来白府是为了和公子商讨售卖味精一事，故是守节伏cung，治行高检，若再有闲言碎语，定送官府查办。江老太，原来是这么个事，你还有什么可说的？人家甚至都不知道顾氏是个女子，这谣言真是张口就来。这次就算你年纪大也不能轻饶，他怎么能这么做呢？带着你的儿媳跪祠堂，跪半个月再出来，就应该严惩。别这里这我，坑你们！将谣言传得满天飞，让别村的人怎么看我们？都散了吧！算了，走。哼。娘，你在干什么呀？大宝、二宝，你们都到了该上学的年纪了，娘亲在给你们准备束修呀。娘亲，太好了，我能和大哥一起去学堂了。对啊，你们都已经7、8岁了，也该上学了。明天娘亲就去镇上的私塾找一趟夫子。再穷不能穷教育，再苦不能苦孩子，让2个孩子上学才是重中之重。虽然他们晚上了好几年，但只要我去找李正要来推荐信，再多拿点束修，就一定能把他们送上学堂。夫子安。实在抱歉，家中无男子，我只好自己带着2个孩子前来求学。不要紧，规矩是人定的，对于特殊情况还是以人为本。麻烦您了。可是桃李村江氏？正是，桃李村江家的幺子是我丈夫，自7年前参军便没了消息。10日之前，我与江家分家，自立门户。夫人知书10里，想来孩子也差不到哪里去。明日便将孩子送来吧。多谢夫子，敢问夫子，我们每日几时接送？早晨时1刻，晚申时末。木修会同学子讲，3餐自备。好，难求谨记。夫子留步。谢谢夫子。走。快来看，便宜又好挑，这有卖蔬菜的。哎，瞧一瞧，娘，还有卖水果的。娘，这里好多人呢。每天晨时，家长送完孩子，都会在私塾附近晃悠，倒是块做生意的好地方。不如我也在这开个铺子，既方便接送大宝、二宝放学，又能赚些钱。要不就卖包子吧，再把味精用上，肯定会有很多人来吃。今天晚上就跟马婶一起研究包子馅。走，想吃的话，娘就给你们买，一会儿再带你们去买文房4宝。走，看一看啊，蔬菜便宜了。顾姑娘，你这是要开铺子吗？私塾外面每天几百号人，我觉得卖包子最稳妥。到时候再往馅里掺点味精，保证他们吃了一次还想吃。婶子，你会发面吗？我蒸的包子能落3层高呢。就是这味精啊，往肉馅里掺半勺就行，保证比别家鲜10倍呢。对了，我们先做一笼，咱们自己家人先尝尝。好，我现在就去做。来，大家都尝尝这放了味精的包子怎么样？娘，这包子太好吃了，我能吃它一辈子，我能吃2辈子。姑娘，这放了味精的包子真的很美味。你打算怎么定价？
一个3文钱，2个5文钱。好，这个定价好。那明天我就去租铺子，你明天再多做几笼包子，先分给邻居们尝尝，就跟他们说这就是加了味精的包子，想买的话就来找我们。行，好。姑娘家要租铺子，这街上可没有女人开店的闲。这是3两银子，租3个月。我这铺子虽破，你一个农女租得起吗？顾姑娘，要不咱换别家吧？顾姑娘，咱要不要换别家？这个是我家婶子做的肉包，您尝尝。要是觉得不值3两银子，我扭头就走。竟做得如此美味，女人开店，终究是不成体统。喏，再加1两，3个月共4两。租约上就写我男人江爵的名字，他在外地做铁器生意，你看怎么样？行，成交，但得立字据，每月初10交租。若敢拖欠，随你处置。姑娘，这钱……实不相瞒，我家男人在镇上跟白府做铁器生意，这包子铺只是顺带营生。瞧我这眼神，姑娘一看就是做大生意的人，以后有需要尽管开口。姑娘告辞。马婶儿，等铺子开了，您就该忙了。我给你加月钱，1个月1两银子，您看怎么样？顾姑娘，这也太多了吧？不多，这是麻婶你应得的。干得好，咱以后开分店，到时候让您帮我管店，怎么样？行。哎，这包子真不错啊！来2包子，真好吃啊！行，2个5文钱。哎。姑娘，来4个肉包。哎，昨儿呀，尝了那二宝送来的包子，我的大儿子半夜吵着还要吃。婶子，您尝尝新出的素馅包，里面加了味精，味道鲜极了。确实好吃啊！姑娘，你这生意真火。我想问你们还缺人吗？我不要工钱，管饭就行。行啊，婶子，我这正缺人手呢，但工钱不能少，每月300文，管2顿饭，怎么样？哎呦，姑娘，你可太实在了！明天我就来，我保证呀，比自家活还上心。行。真不错。娘，夫子说包子香的，没法上课了。行了，别贫嘴了，散学了再来吃，去吧。姑娘，来2个包子。行。这包子里是不是放了仙丹？咋比酒楼的点心还好吃？这包子里是不是放了仙丹？咋比酒楼的点心还好吃？仙丹没有，有后山的菌菇味精呢。等赚够钱，定要再开几个分店。哎呦，娘，你瞧那顾南秋的铺子，从早到晚人挤人。刚才我看见马淑珍往馅里撒了把白粉末，估计就是那味精，保准就是他赚大钱的秘方。肯定是那顾南秋在后山挖到的宝贝。凭什么她一个寡妇能住新房子开铺子？我这么大年纪还要跪祠堂？要不咱去偷点那白粉末，拿去卖，肯定发财。哦，他那精的跟猴似的，能让你得逞。他那精的跟猴似的，能让你得逞。哎，我有个主意，往他那粉里撒点石灰。娘，这吃下去可是要出人命的。哎呀，怕什么？只要没人看见，谁知道是我们2个干的？等他铺子关了，新房和马车不都是咱们的？娘说的对，那顾南秋早就该倒霉了。对，赶紧。
呦，哎，顾南秋啊，顾南秋，这下看你怎么死！等时刻吃了带石灰的包子生病，定要让你蹲大牢。走。就是他，就是他，丧良心！天上的顾南秋，你为了赚钱往包子里放毒药啊！我那乖孙子吃了2口上吐下泻，差点没了命。就是他，我家小子吃完也喊肚子疼，这包子铺必须关了，必须得关，是必须得关，关了，对，关了，必须得关。这人开店丧良心！各位乡亲，稍安勿躁。我家包子每天用的都是新鲜食材，这怎么可能会有毒呢？怎么回事啊？哎呀，别听他狡辩，肯定是他那什么味精有问题，赶快报官，搜出证据，送他去衙门。都让开！有人报案说这里食物有毒，例行检查。这不是我的菌菇粉，这不是我的菌菇粉，我的粉是带着蘑菇香的，这罐颜色太白了。就是石灰粉，你为了省成本往菌菇粉里掺石灰，你想害死我们呢？哎呀，就是太黑心了！他怎么能这么做呢？哦，我都没说这是什么，你怎么知道是石灰粉？对呀，你怎么知道的？他怎么知道？我猜的，谁不知道石灰是白的？猜的，可信啊！可这粉末细如烟尘，普通人家谁会备着这种精细石灰？不如现在就去江老太家查查，看看他家有没有这种粉末。哎呦，这咋回事呀？这人心虚了吧？这人太不地道了。哎呀，这真是的，真是的。完了！想往我锅里下毒，老太太，你还嫩了点。来捕头，在江老太家搜出了这个。这，如今人证物证俱在，江氏李氏以故意投毒、意图谋害他人性命论处，带回衙门。走！阿姨，放开我们！我们是冤枉的呀！该也呸！哎呀，顾姑娘，刚才是我们糊涂了。诸位乡亲受惊了，这次事端虽非我本意，但让大家吃坏了肚子，总是我的不对。从今日起，凡是今天在铺子里吃坏肚子的乡亲们，往后1个月每天都可以来铺子免费领2个包子，就当是我给大家的补偿了。哎呦，这怎么好意思？我家姑娘说了，做生意要讲究良心，大家可以排队来这儿领包子了。好啊，好啊！我要让我的铺子成为桃李村，成为整个镇子最干净、最实在的买卖。至于江老他那伙人，衙门的板子够他们喝一壶了。除去食材、租金和工钱，单日净赚近达2两银子。苗，这点银子能买10车糖糕，还能给我和弟弟买新砚台。姑娘，巧儿那瓶味精快用完了，咱们后天还得去后山。这么多，托大家的福，生意比预想的好。我琢磨着咱们该开分店了。私塾这边的生意啊，虽然稳定，但镇上的酒楼说不定更有赚头。姑娘，我今儿回家，有好几户邻居堵在门口问咱这味精能不能卖给他们。自从石灰粉事件后，乡亲们对这鲜味秘方越发好奇，常有妇人揣着铜板来探口风。王婶，你跟乡亲们说，味精暂时只供给包子铺用，但要是哪家想学着做，欢迎来铺子里帮工，我教他们调馅发面，等咱开了分店，直接把人派过去就行了。这样既能留人干活，又不怕得罪人。姑娘，你可真有法子。顾姑娘，顾姑娘这南秋鲜包的名气，现如今镇上的掌柜都在说，您这包子铺赚的银子比他们10年生意还多。白公子说笑了，不过是小本买卖。我今日来正是为了此事。
若是姑娘想开分店，白某愿出资3成，但只求一事。这是我府上厨子琢磨的新菜，若能用你的味精入菜，必能风靡全城。不如我们在镇上开家酒楼。开酒楼？那得多少本钱啊？本钱你无需担心，白府名下正好有一处临街的宅院，可改作酒楼。只是这味精的供应量，空间里的味精取之不尽，但明面上得有个说法。不瞒公子您说，味精的原料后山虽有，但晾晒工艺繁复，每月最多只能供应100斤。若是要开酒楼的话，须得雇人专门打理。姑娘，前几日来问味精的邻居里，有几个手脚麻利的媳妇儿，要不……行，王婶，那就由你牵线，选10个信得过的妇人，教他们分拣菌菇、晾晒磨粉，工钱就从酒楼盈利里出。好，公子若是不嫌弃，这酒楼便叫南轩楼，取你我2人的名字。至于分成，你出场地和人脉，我出秘方和人手，3期分账，你看如何？顾姑娘果然爽快。这个是白府的信物，过2日呢，我便带着地契和酒楼草图，让管家来办过户手续。好。从包子铺到酒楼，这生意总算要开张了。大家看好了，这种菌盖棕褐、均褶乳白的是鲜味菇，能采。像这种颜色暗沉、摸起来粘手的有毒，遇见了就踩碎。顾姑娘在后山租了块地，让人建储藏室和休息室呢。以后我们采了蘑菇就往那儿送，累了还能歇歇脚。还有休息室啊，能遮风挡雨吗？当然了，不仅能遮风挡雨，还准备了热水和草药。到时候赚的钱给孩子添件衣裳，再给自己添件棉袄。跟着我干，保准大家都能过上好日子。好，太好了。这个月大家磨的粉一共273斤，其中有7成是优等粉。然后呢，有2罐是姜小花和姜小草做的，非常不错，颜色乳白，毫无杂质，香味比其他的浓3分。你们俩工钱各加500文，以后就由你们2个监督了。哎，你们俩对这个菌菇这么上心，是以前学过草药辨识吗？我爹是村里的赤脚医生，从小就教我们认植物。哦，小花能闻出毒蘑菇的土腥味儿，我摸菌褶就知道干没干透。行，那以后这里就交给你们2个人了。哎，切记人命关天的事儿可不能马虎。好。南轩楼马上就要开业了，到时候我会派车过来拉味精，你们俩一个负责在这里监督，一个跟着车去南轩楼送货。好，明白。顾姑娘，你放心吧。顾姑娘，请看，南轩楼3个字，由平宁镇最有名的金石师傅所刻。这不是桃李村卖包子的姑娘子吗？怎么开起酒楼了？哎呀，管他呢，闻着包子香味就知道差不了。昨天我家小儿子吃了他送的包子，半夜还吵着要。走，进去尝尝。走。大家走过路过不要错过，今日咱们南轩楼开业，菜品多多，滋味鲜美，欢迎大家进楼品尝。顾姑娘，后厨说香味鲈鱼羹的味精不够了。前厅有位穿绸缎的老爷，要10份狮子头和10份招牌菌菇汤。不必惊慌，小草一会儿就把新的味精拉过来，直接拉到后厨。看来后厨还得加派人手，今天我就让府中厨房仆役来帮忙。别走啊！吃饭。呸！一个乡下寡妇懂什么做菜？不就是靠那味精吗？抢我生意！哎，要是我也有那味精，
啊，过来，来，你帮我一个忙，事后啊，我请你吃饭啊。哎呦，小草，怎么了这是？怎么摔倒了这么不小心呢？你看，这，小草，这怎么回事啊？这可是给酒楼的味精啊！谁干的？刚才有一个小伙子跑太快了，把姑娘给撞倒了。对，这地上粉别浪费了，赶紧捡起来啊！我先走了啊。顾姑娘，他明明偷了你的粉，为何不揭穿？揭穿了又如何？只会坏了开业的喜气。小草，掉在地上的不能用了，去后山储藏室再拿些菌菇粉来。这次走西街那条小路，直接送到后厨后门就行。好，我这就去。白公子可听说过欲擒故纵？欲擒故纵？他偷了我的粉，必定会用在面汤里，等着瞧吧。不出3日啊，他那面馆只会比现在更冷清。到时候他为了保住生意，你觉得他会怎么做？你是说他会铤而走险来偷菌菇粉？那这几天我会加派人手看好放味精的地方，到时候抓了他，我们再低下盘下的铺面，正好扩成南轩楼的别院。没错，他偷了我的粉，尝到了偷来的鲜味是什么滋味。等他尝到了甜头，我们只要守株待兔。麻婶，跟后厨他们说一下，以后菌菇粉都放后厨储藏，然后再让小四把消息放出去，咱们等鱼上钩就行。好。面来喽！来，吃饭。来尝尝。老张啊，你这面怎么这么鲜啊？这是我们的祖传秘方，平时都没拿出来过。这是你来了，知道吗？吃吧。狗屁秘方，再没味精，明天就得关门。哎呀，上哪再整点呢？后厨储存的味精又快见底了，晚上得让小草姑娘再送一车来，不然明儿鲈鱼羹啊都没法做喽。小草姑娘晚上来送货，上次偷那点根本不够，要是能把那些粉全弄到手，哟，这不是张老板吗？怎么缺味精了？我帮小草送货，钥匙在我手里，你是怎么进来的？人赃并获，还敢反抗？不是，是他抢我生意，这粉本来就是我的。不是，是他抢我生意，这粉本来就是我的。人赃并获，带去报官吧。偷窃未遂，加上私闯民宅，够他喝一壶了。小草受惊了，明天我会告诉账房，多给你半个月工钱。哦，对了，明日让管家去对面面馆看看面馆老板的老婆是否需要转让铺子。如果是的话，咱们就按市场价盘下来。好。顾姑娘，这是刚从包子铺过来吗？往返桃李村到镇上20里路，你既管酒楼的生意，又要盯着包子铺，何苦呢？可包子铺是起家的买卖，交给外人我不放心。
马婶跟了你这么久，既懂手艺又可靠，不如把包子铺交给他打理。马婶跟了你这么久，既懂手艺又可靠，不如把包子铺交给他打理。我府上正好有个空着的东跨院，收拾出来给你们母子3人住，离镇上和酒楼都近。姑娘，我哪能担此重任？白公子说的对，再这么2头跑下去，迟早累垮。何况镇书院比私塾的教学质量好多了，单就藏书就比村里多了1倍不止。娘，我想住到镇上，这样每天都能吃到酒楼的美食了。我这是养了个小馋猫。这是我刚买的东跨院，姑娘要是不嫌弃的话。不用了，这是100两银子，这房子我买了，不够的话下个月我再补齐。顾姑娘何必如此见外？这房子本来就……生意归生意，情分归情分，我这人从来不吃白食。马婶，那包子铺就拜托你了，账本的话每个月送到镇上，有什么不懂的随时可以来问我。姑娘放心，我一定把包子铺照顾得好好的。这银票你就收下吧。也罢，就当我替你寻了处合适的宅子。行，那这几日我们收拾一下行李，然后就搬来。好。娘，这里以后就是你们的书房了。明天你们2个跟我一起去书院拜访先生，不许赖床。姑娘，这是这个月的账单，比上个月盈利多了3成，而且王婶最新推出了菌菇鲜包，想让你尝尝。我在里面加了多岁的杏鲍菇，比肉包还鲜呢。娘，酒楼赚的钱能买1屋糖糕。再乱说我就把你扔进账房学打算盘。顾姑娘，这是白公子让我送来的新菜单，说请您过目。哟，这菜品不错嘛。不过你跟白公子说，这新菜品佛跳墙要用起码3年陈的花雕，味精一定要用顶级松茸，另外还有2罐优等味精，一会儿你回去带上。好，多谢顾姑娘，那我就先回酒楼备料了。马婶，你把王婶的菌菇素包也加到包子铺的新品菜单上，定价就和肉包一样。还有，你再算算咱们这个月酒楼和包子铺的盈利够不够置办孩子们的暑休？明天我就要带孩子们去镇上上学了。好。生意红火，孩子懂事儿，或许这就是我穿越到古代真正想要的烟火气。顾姑娘大驾光临，有失远迎。想必这2位就是令郎吧？一表人才，气度不凡啊！先生安。好，真是好孩子。先生谬赞了啊！对了，这是之前私塾先生的推荐信，还有束修。推荐信就不必看了，至于束修，寒门子弟可免。字虽稚嫩，却笔锋端正。邱姑娘真是教子有方，难怪在平宁镇创下那么大家业。姑娘所制味精，可是让老夫这把老骨头也尝到了鲜味儿。哪里，先生过誉了。
只不过是些粗匕手艺罢了。非也，将山野菌菇化为珍馐，此乃化平凡为神奇，与治学之道相通。明日辰时出课来上课即可。啊，这是给2个孩子的见面礼。谢先生。原以为书院先生必是古板守旧，却不想如此通达。看来将孩子送来此处是对的。姑娘，做工那边的雨连着下了3天，这山路滑得能摔死人。采菌菇的姑娘估计来不了了，包子铺和酒馆的生意，赶紧告诉小花他们，让他们停工2天。这下雨，山上容易泥石流，搞不好会出人命。哎呀，我忘了这茬了。可是店里的味精，先紧着库存用，实在不行，酒楼也要关起来。人命关天的事儿，可不能马虎。希望小花他们都平安。这场雨可千万别生出事端。姑娘，后山泥石流了，幸亏你让停工。小花带着女工们全都躲进山洞里了，一个都没受伤。不对，那仓库里的味精全完了，整个仓库呀都让土埋了，那些味精呀混着泥沙，根本都没法用，全都毁了。还有村里老张家的猪圈塌了，老李家的草棚也没了，大家都盼着你给拿主意呢。那些粉是不是要赔很多钱呢？没事，人没事就行，钱没了还可以再赚。那这样，你先去包子铺支20两银子，给受灾的村民们买些被褥和干粮，再叫几个伙计拿上工具去帮忙。至于味精的话，只能重新开始了。好。当年能白手起家，如今不过是从头再来罢了。若是借助空间力量，我倒是可以拿出这么多，但一次性拿出这么大量的味精，不行不行，太容易让人怀疑了。虾壳、虾干、蟹壳、蛤蜊、生蚝。平宁镇旁边就是海，这样说的话，倒是可以做海鲜粉，后面还可以做成海盐。事不宜迟，我现在就去买一单试一试。这个呢，是我新研制的海鲜粉，味道啊不输于味精。海味，倒是比寻常鱼露更清爽些。后山的储藏室毁了，这个是我用虾壳、生蚝壳磨的粉。公子若信得过我的话，可挑些渔民专门收海鲜，我能调得出不逊于菌菇粉的鲜味。顾姑娘的手艺，我自然信任。管家在。去账房支200两，让附近的渔村每日送10筐生蚝和10斤虾干。是。不过，这粉的名字总不能叫壳子粉吧？我想了一下，不如就叫海鲜味如何？既点明出处呢，又讨个吉利。海鲜味。再过1个月呢，后山的储藏室啊就要建好了，到时候地方更大。那个时候呢，路也不滑了，你也不松了，姑娘们可以采更多菌菇，可以做菌菇粉了。到时候再多雇些人，产量也能增加。那要是过了1个月，这个粉没有卖出去怎么办？我想着呢，在海边再开一家酒楼，这样的话，海鲜味现做现用，也省了运输费嘛。这个主意好，就这么干。这么看来，海鲜味的用量比之前味精多了3成利润。海边酒楼那边传回消息，说渔村送的生蚝壳已经堆成了小山，
后山也传来消息，说味精可以采集了。顾姑娘，这海鲜味跟味精一样畅销。我想到一个发财致富的好办法。什么办法？我提供调料，让所有享用味精、海鲜味的酒楼14每月交3两加盟费，然后挂上呢南轩楼特许分店的牌子，赚了钱的利润我们3，他们7，如何？太妙了，我们不费吹灰之力就能白拿3成利润，只需要提供原材料。顾姑娘简直是聪慧至极啊！甚好。不知在下是否成为顾东家的第1位南轩楼加盟商？在下赵坤，久闻姑娘大名，前来讨教。我记得本朝皇上就姓赵，这个赵坤不简单啊！啊，王婶，上茶。好。原来是赵公子，请坐。不知赵公子来想找我讨教的是海鲜的晒制，还是海鲜粉的去腥？都不是，在下想讨教的是如何让这南方4城的香料铺子都挂上南轩楼特许的牌子。那玉带钩不是皇室专用的无照形制吗？难道这人是皇室的宗亲？赵公子想让南方4城的香铺都挂我的牌子？平宁镇的盐价可是1株5文。公子若不是想用我的调料换制海盐吧？顾东家果然聪慧，在下赵坤是当今圣上的弟弟，现在就是个闲散无地。圣上最近为正盐发愁，得知顾东家会用海壳子制磨精卫盐，特意来问问这制盐的法子你会不会？圣上，难怪敢说南方4城，原来是当今圣上的弟弟。之前白明轩说盐被他国垄断，看来这赵坤是冲着打破垄断来的。磨海鲜粉需要晒干海货，晒盐的道理倒也相似，只不过嘛，这盐场都在赵氏宗亲手里，我一个民妇怕是不好插手。待会儿啊，会有人把御赐的盐引送到你家，凭此盐引呢，可任意进出盐场。圣上答应你的，只要你能制出海盐，就把你的海鲜味当做御膳房专供。御膳房专供？公子可知，海盐除了吃，还能制造、染布、制玻璃。若是产量大了，连西域的生意都可以抢来。你还懂这些啊？懂不懂，那都要看公子给利润多少。南方4城的利润我要抽5成，且盐场还得给我留3个晒盐池。不愧是能让白明轩甘愿让利3分的人。好，我答应你。先说好啊，制盐的法子我得去盐场看过以后再说。没问题。这样，我再给姑娘派几个研究过盐的老先生，由你指挥。谢赵公子。这盐竟如此精细，圣上若见了这盐呢，准得给你说块天下第一的碑。这盐啊，得分成4步：第1步引海水，第2步晒卤水，第3步沉杂质，第4步等结晶。这步步都得看日头和风向。顾东家打算卖多少钱？成本10文，我卖20文钱，比西域的盐便宜1半呢。而且这一关算下来，可是够10口之家吃整整半年呢。我会下令，所有的池子都按照你的法子改。顾东家，顾东家，赵公子为何如此匆忙？皇上要召见你，3日后进京面圣。圣上，我一寡妇带2孩子，面圣啊！哎，你看，房都给你准备好了。京城宣武门内3进大宅院，带私塾和马厩，旁边就是崇文书院。那里啊，曾经出了3个状元。事不宜迟，现在门外的马车正在打包您的行李和家当，咱们有什么问题路上再说，走吧。好，那就进城看看。马婶，那盐场和酒盅我就交给你了。
姑娘，你放心，圣上说了，你这治研法子呀，让国库多了1万两银子，特许让2个孩子直接进入崇明书院读书。事不宜迟，快走吧，晚了赶不上城门落锁了。顾氏啊，这盐还是比西域的好。朕早上用它拌了豆腐，鲜。谢陛下，不过百姓要吃上盐，还是得靠盐场工人的功劳。你也别谦虚啊。赵坤说你还会制造染布。回陛下，皂角加上猪油熬制，比草木灰去污能力强10倍呢。再加上海盐副产品卤水，还能做印皂。陛下，顾东家曾说，染布用精盐固色，颜色能量3倍。好，朕赏你10万库银，300工匠，你把这制造染布的法子做出来。西市那块地啊，给你当作坊。还缺什么材料，你尽管说。制造需要大量的猪油、皂角，染布呢需要苏木、明矾，还要建造大染缸，还需要懂得配色绣娘。都给你。盐法公布之后啊，西域的盐商跑了大半，朕的百姓省了多少钱银啊！你作为妇道人家，带2个孩子也不容易，需要什么赏赐，你尽管说啊。还请陛下让盐场的工人免3年徭役。另外还有一事请求，劳请陛下能否帮忙寻找一下我的丈夫江爵。7年前他参兵，至今未归，也从未给过家里任何消息，只怕是已经阵亡了。但是我总得给家里的孩子一个交代。好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，我会让兵部给你一个明确的答复。除此之外，赏赐也不能少。朕封你为惠民女官，赏宅邸1区，并赐奉天承运金牌，见官不拜。谢陛下。哎，据说你的味精做菜不错，让御厨跟你学学。10万两银子，300工匠，这下无论是制造还是染布，都可以放开手脚干了。再和赵坤商量一下，看酒楼的生意能不能扩大到京城。不知道会不会受本地富商的排挤。不过兵来将挡，水来土屯，我都已经背靠皇上了，应该不会出什么大问题。小小古代，易如反掌。姑娘选的这块在宣武城内是个好地方，但是啊，京城酒楼规矩多，这些御厨们早就盯着这儿了。规矩是死的，人是活的嘛。生意做得好不好，还要看个人的本事，对吧？我要是真怕跟人起冲突啊，也不会来京城了。我打算呢，把盐城精盐弄个招牌，再推鲜味佛跳墙，定价50两1盅。姑娘，你要挣皇子们的钱啊。这地方之前是西域商人的绸缎庄，我花8000两买下来，算你3成股。8000两，赵公子啊，你这是又给我垫资啊？算投资条。这2天九门提督查到有一个西域商队是在打探你制盐的法子，他们的人阴险狡诈，他们打探不到，一定会对你动手。最近小心点。难怪，我说这盐场最近怎么那么多人？去账房支500两，给护院们换印奴，去吧。这样，我派王府的侍卫帮你守住后门，姑娘你放心开酒楼。这精盐储藏室得用3层金砖，窗户也得封死。今晚就动工，我得派人马上接上大包2包。我不放心。不好了！你是何人？我是盐场的，
存放禁言的仓库着火了，火势太大。赵公子说让我赶紧过来报信儿，让你务必去看看。禁言仓库在哪条街？火势如何？禁言仓库在哪条街？火势如何？西市火上，火都烧上屋顶了。赵公子带人在那灭火，让我赶紧过来报信儿，让您务必去看看。不对，盐城的小四我都见过，且赵坤派来的人都知道我现在的规矩，就出深夜开门大喊大叫。这小四眉眼口音，我从未见过。你是谁？赵公子的侍卫在哪？中计了，是西域商队的人。醒了？你们是抓我来做什么？醒了？你们是抓我来做什么？没想到啊，没想到断我们生意的竟然是个娘们儿。原来是西域的鼠辈，烧我仓库是假，绑我是真，不敢以真面目示人，手段也不过如此。少废话！我们在这盐场蹲了半个月了，连晒盐尺的边都没摸到。快说，这水牌的精盐是怎么制作出来的？秘方是什么？秘方没有，我倒是有句话想送给你们：做生意靠实力，不是强。顾姑娘，何必跟钱过不去呢？何必跟钱过不去呢？只要你把制盐的方法说出来，这些黄金都是你的，或者你跟我们合作，西域有你赚不完的银子，比在这大齐强100倍啊！不是威逼就是利诱，你们西域人的手段也不过如此。我告诉你，精盐的方法我死也不会给。想让我跟你们同流合污，更是做梦。敬酒不吃吃罚酒，给他点颜色。不好了，革命来了！别说话，跟我走。别说话，跟我走。你是？来不及说了，你出去后往东南方向走，穿过3个巷子，那里是禁军的布防区。把这个给他们，自会有人接应你。你是谁？你为什么要救我？来不及说了，快走。外面的动静是你安排的？对，朝廷在外面部署，西域队里有朝廷的人。你被绑的计划一出来，他们就按计划行动。给我站住！他们来了，你快走！他们来了，你快走！千万别回头，我去引开他们。不能被抓住，大宝、二宝还在等我。娘，你醒醒！娘，太医说你要是再不醒，娘没事，大宝乖。你终于醒了。昨晚救你的是自己人，他已经安全撤回了。这个自己人到底是什么人？这个自己人到底是什么人？是圣上安插在西域里的眼线，具体身份不方便告诉你。他让我转告你，好好养伤，剩下的事情朝廷会处理。不管你是谁，谢谢你。南轩楼今日营业。凡是今日在本店消费者，都可以送精盐1袋。娘，这盐看着真像真的，不能吃吗？傻孩子，那都是噱头，真的盐早给你炖在汤里了。皇上驾到！皇，顾氏不必多礼啊，
朕今日呢是作为食客来捧场的。皇上有幸光临小殿，是小殿的荣幸。楼上雅间已经准备好了，精品佛跳墙，请。走。今日除了来享用美食，还是要让你二人夫妻相认。夫妻？什么夫妻？将绝？爹，南秋，我回来了。爹，你是我爹吗？是爹，大宝，二宝。没想到我这个便宜丈夫竟然这么帅。江校尉7年前去西征，是朕安插在西域当密探的，代号火隼。那你到了京城以后，为什么不与我相认？我7年前跟随大军出征，没想到到达玉门关时遭遇了埋伏，我死里逃生，为了给兄弟报仇，主动申请为西域密探。我本以为这辈子再也不会回来了，可是听闻家乡发生水患，我以为你们都已经不在了。那之后呢？到了京城以后，你为什么不来寻我们？陛下命我去追查西域盐商，我才知道你竟然凭借精盐工艺在京城立足，还在筹备南轩楼开这么大一家酒馆。我混在人群中，看你拿着图纸指点设计，旁边有伶俐的孩子，还有赵公子陪着你，我当时就在想，你现在过得这么好，何必让我一个天天刀尖舔血的人来打搅你们的生活？我能在暗处保护你们，就已是足矣。爹骗人！我娘总说爹是个大英雄。对，爹是大英雄。你总以为你在暗处保护我们就没事了？那你又可知，我跟大宝、二宝每天都在想你。难道你要眼睁睁地看着我带着大宝、二宝再嫁人吗？好了，你以后别再躲了，你保卫我们大齐的疆土，我来保护我们的家，好不好？好，故事这话说得好，朕觉得这疆土可以换个方式守护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将军任新兵训导官，正6品，专司教习边防斥候之术，钦此。训导官是做什么的？就是带着小兵打坏蛋的，跟你爹当年在西域一样厉害。哈哈哈哈！谢陛下。顾东家，瞧瞧这阵仗，开业不过半月，连城西绸缎庄的王掌柜都来我们这订桌了。想当初啊，你说要在京城开酒楼，我还怕那些富商老派联手排挤。现在谁知开业当天，皇上竟然亲临，反倒成了活招牌。不瞒你说，那些富商他们见风使舵的本事，可比咱们智妍还精。昨天户部侍郎的夫人差人来问我，说能不能把海鲜味卖到他们老家苏州去。可不是嘛，现在啊，找我加盟的人能从宣武门排到西市，您那个特许加盟的法子真妙啊！现在我们不仅赚了加盟费，还把精盐销路给铺开了。前2天啊，西域商人扮成茶商来向我这探口风，要用巴豆换咱们的制盐方子，被我给哄回去了。顾姑娘，赵公子，制造坊第1批洁肤皂成了。按您说的，由猪油和卤水熬制，晾了3日，硬邦邦的跟石头似的，但是去污力却比那草木灰还要强10倍。不错，拿几个把它分装，先拿2块，让小厮快马加鞭送往皇宫，就说呢是给皇宫的皇后娘娘、贵妃娘娘们试用。剩下的4块呢，1块送往家里，1块送往赵公子府上，1块留酒楼用。至于剩下的1块嘛，送到崇文书院的先生们那儿吧。读书人嘛，讲究干净。这东西啊，要是能量产，我觉得呀，连西域的香皂都比不了。我建议啊，再做个药皂，加点艾草灰，卖给兵营，那保准抢手啊！哎，顾姑娘、张公子，咱们第2批皂料已经备好了，
猪油、皂角、卤水都已经是调配好了，就等您下令开工了。开工！这次啊，多做一点，到时候分装小盒，跟京盐一起当成南市商行的伴手礼。对了，等杭州分号开始了，咱们的造坊也得在当地设一个分厂。猪油嘛，就从就近的江南取货，成本还能再降2成呢。好，就这么干。我发现顾姑娘你真是神了，跟着你干就没有赔钱的可能。江教头今日不练兵，改为练剑了。今日休沐，你怎么来了？啊，休沐也该好好歇着，练这么狠干嘛？哦，对了，你等我，我马上就回来。这是金子做的，你不会把你的俸禄都拿来换这个了吧？没有，这是皇上赏赐给我的，我就把它刻上了你的名字，给你戴上试试。这7年让你受委屈了，一人带着孩子很辛苦，我本该早点回来的，可我什么时候怪过你啊？而且我们现在有房有地，孩子读书好，生意呢顺风顺水，要还嘛，那就用以后的日子慢慢还吧。好，用一辈子还。爹娘，爹娘，等会儿李夫子要来，是来表扬我们的。真的吗？夫子要来了，那我得让南轩楼的小厮多送点饭菜来了。子劳夫子您亲自前来，您先坐，我去给您沏茶。莫慌莫慌，老夫今日是来道喜的。夫子说我算学比师兄们都快，还说大宝策论像什么来着？夫子说我有治世之才。你这篇盐铁论，见解竟与商鞅不谋而合，日后若入世，必是国之栋梁。这孩子心算如飞，前日算清了书院3年账目，老夫自愧不如。全赖夫子教导有方，这俩孩子啊，以前在村里连私塾都进不得，如今……非也非也，此子观言正而思民生，是为官的底子；此子见数字而明条理，是经商的奇才。这是老夫给吏部侍郎的举荐信，大宝若愿考童生，可执此信前往。若能通过童生试，便可入国子监旁听。大宝，想去吗？想，我想考取功名，像我爹一样为大齐做事。好，娘一定给你请最好的先生。那我要跟娘学着做生意，以后把南轩楼开到西域去，让欺负娘的人都买不起咱们的盐。妙啊妙啊，一文一商，双璧齐辉。还记得1年前的时候，大宝二宝跟着我一块挖野菜吃，还真是苦了他们。非也，寒门出贵子，况乎有你们这般父母。此子心怀民生，此子明于算计，皆因亲历过疾苦。夫子，我明日就开始背书。娘，我想学算术。好，来吃饭吃饭。